作为一款独立恐怖游戏，玩具熊仅用2部作品就达到了让同行们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除了出色的玩法和剧情以外，低付出高回报的游戏制作性价比也让很多作者们羡慕不已。当然，那个年代的游戏作者对玩具熊这一 IP 的解构还不深刻，也不彻底，他们只知道用几张简单的场景图片和一些不算太难的跳杀动画就足以收获不少粉丝的青睐。更何况在2代出完以后，玩具熊3代的预告也马上问世了，这个 IP 的热度恐怕在很长时间里面都只会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坎迪的午夜后宫为首的模仿作登上了游戏舞台，玩具熊同人游戏在 FNAF 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在此时开始萌芽。一开始的人们还怀疑他们都是盗版游戏，但游戏作者不盈利且是玩具熊忠实粉丝的性质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后来的玩家们也确实如愿玩到了更多用爱发电且品质颇高的同人游戏作品，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此时没有人想过，无数优秀同人游戏的诞生也代表着玩具熊的游戏设计思路是具有某种可复制性的，而正是这一种可复制性为日后的独立恐怖游戏圈埋下了一颗足以让其腐烂的定时炸弹。在玩具熊3代的这部作品中，作者斯科特解释了前作游戏中所埋下的诸多伏笔，并为披萨店的儿童谋杀案所造成的一系列灵异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论是以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来看，3代的剧情和角色塑造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游戏的玩法上，玩具熊这个系列的弊病也在此时初见端倪。开局又是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家鬼屋的开张广告。广告内容如下：即将开张专属于费斯熊的恐怖鬼屋。当地游乐园正准备推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景点，这个新景点以几十年前的披萨店为特色，保证以最糟糕的方式带你回顾童年。根据报纸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时间线已经来到了披萨店倒闭的很多年以后，直到现在，当地的儿童失踪案都是未解之谜，反倒是关于餐厅的负面传闻所撰写的都市传说勾起了很多游客的兴趣。这些都市传说在2代电话男的口中也有被提到过。 Okay, before I go, I wanted to ease your mind about any rumors you might have heard lately. You know how these local stories come and go and seldom mean anything. 不过我们都知道，恐怖游戏里面的都市传说那基本都是真的。总之，有人看到了商机，所以决定以此为卖点，开张一家鬼屋。进入到游戏之中，不出所料，我们又扮演一名夜间保安。3代的值班室布局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比较明显的就是前方这个长条形的大窗户啊，外面还有一条很长的走廊供游客行走用。而我的左手边就是鬼屋的出口，利用监控观察一下鬼屋的环境，发现以前很多弗雷迪餐厅的物件都已经被拆解做成了鬼屋里面的特色装饰品。这一代的道具除了监控以外，还有一台维修系统用的电脑。还没等我们搞清楚系统所对应的功能，鬼屋的高管就打电话进来。Hey, glad you came back for another night. I promise it'll be a lot more interesting this time. 据高管所说，咱这家鬼屋再过1周就要正式开始营业了，而我们非常幸运的当上了这里的保安。我们的主要职责当然是负责安保工作，但除了负责安保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附带的作用，那就是成为这个鬼屋被观赏的景点之一。因为在当地被恐怖玩偶吓坏的保安也属于都市传说里的一环，难怪值班室要开一个这么大的窗户，感情是为了让游客观赏我这个景点特意设置的是吧？一份岗位起到2个作用，老板是不是应该给我加点工资啊？ We found some great new relics over the weekend, and we're out tracking down a new lead right now. I honestly thought we'd have more by now. If we don't have something really cool by next week, then we may have to suit you up in a furry suit and make you walk around saying, boo. 高管还说，他们的人一直致力于回收披萨店的遗物，但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没收集到什么吸引人的东西啊。所以如果下周还找不到什么能够让游客眼前一亮的东西的话，就只好让我们亲自穿上玩偶服，扮鬼来吓游客。奇怪的工作量又增加了，老板你这不给加班费可说不过去啊。不过此时电话那头的高管又补充道，虽然遗址中没有找到啥有意思的东西，但还是顺藤摸瓜的找了些线索。他们找到了曾经设计披萨店的建筑师，据他所说，当初在设计建筑的时候有几个被密封起来的多余房间，也就是说披萨店里面可能存在密室，没准这些密室里面能找出些好玩的东西。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总而言之，第1夜的鬼屋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现象，咱们的保安居然就这样舒舒服服的下班回家了。可第2天情况出现了变化，在夜班时间，高管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在密室里面真的找到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比方说一些古老的员工培训磁带。高管对此是激动不已，他说如果在游客进入
入鬼屋时播放这些录音带，那绝对会很有代入感。而且好消息不仅限于此，除了录音带以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玩意。 But I have an even better surprise for you.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We found one. A real one. 至于是个什么货真价实的玩意，高管也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只说到时候你会与他相见的。Gotta go, man. Well, look, it's in there somewhere. I'm sure you'll see it. Okay, I'll leave you with some of this great audio that I found. Talk to you later, man. 紧接着，高管又说时候不早了，得赶紧跑路啊，不对，处理别的事务了，剩下的事情他就不负责了。不过还是会给我们播放之前他们所找到的培训磁带。Hello. Welcome to your new career as a performer/entertainer for Freddy Fazbear's Pizza. These tapes will provide you with much-needed information on how to handle/climb into/climb out of mascot costumes. 录音带里面居然传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电话男的声音。不过也对啊，在前作中他的职责一直都是在引导新员工能够顺利完成工作，所以高层们在遗址中所找到的远古录音带是由他所录制的，也合情合理。 Right now we have 2 specially designed suits that double as both animatronic and suit. So please pay close attention while learning how to operate these suits, as accidents/injuries/deaths/irreparable and grotesque maimings can occur. 在录音里面呢，电话男向新员工介绍了玩偶服饰穿戴的注意事项。原来在披萨店最早开张的时候，玩偶的结构设计与现在是有很大差异的。最初的玩偶具有屈伸性，玩偶会自动移动到发出声音的位置，这有助于他们在孩子的身边停留下来，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不仅如此，早期的机械玩偶还可以被设定为套装模式，在这种套装模式下，玩偶内部的机器人部件会被挤压到套装的内部，来腾出更多的空间供人工穿戴。也就是说，最初的玩偶服是被设定成了可供人和机器人所共同穿戴的款式。这盘磁带录音结束以后，我就继续展开了自己的夜班工作。可谁知，就当我利用监控查看鬼屋时，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了监控的镜头之下。 We will cover this in more detail in tomorrow's session. Remember to smile. You are the face of Freddy Fazbear's Pizza. 从第2页开始，鬼屋里面会出现一只四处游荡的怪异玩偶，这正是之前鬼屋高管在电话中所提到的内容。 We found one. A real one. 从外观上来看，这只玩偶的外形为一只兔子，不过破旧的外壳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只绿色的僵尸，所以早期这个玩偶在玩家的口中也有僵尸兔这一外号。在3代的游戏中，当玩家完成了最基础的5个夜晚后，会新增一个额外的菜单栏，而在这个菜单栏里面就有记录这个怪异玩偶的真正名称，而它的名字翻译过来就叫做弹簧陷阱。随着夜晚的推进，玩家会发现弹簧想在这个鬼屋中寻找到自己，他总是试图从最远端的房间开始向保安室这边移动，而我们可以利用鬼屋里面专门用来吓游客用的广播来播放音频，吸引弹簧。弹簧会被声音吸引这个特点，与培训磁带中所说的早期玩偶具有屈伸性这一特点是如出一辙的。难道说这个玩偶就是披萨店最早时期的产物？但很快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个名叫弹簧陷阱的玩偶很明显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随着弹簧的到来，鬼屋的内部开始出现了非常多的幻影，幻影玩偶杀不死你，但会辅助弹簧进行一个进攻。幻影气球男孩会在走廊的摄像头里面随机出现，挡住屏幕。如果你注视他的时间超过了1秒钟，就会被跳下。被幻影跳下会导致通风管道系统的故障，防御它的方法比较简单，立即切换到其他摄像头或者关闭面板都能达成防御效果。幻影弗雷迪会从保安室窗前的右侧往左边慢慢走过去，与幻影气球男孩的机制类似，如果盯他的时间太久也会被其跳下。不过你可以用看监控或者打开维修面板的方式遮挡视野来达成防御效果。幻影奇卡会在7号摄像头的房间的游戏机屏幕上出现，当你在7号摄像头的游戏机屏幕上看到他的大脸以后，立马关闭监控或者将摄像头切换到别的房间，否则你就会被奇卡跳下。幻影霍斯会在保安室关闭监控将视角左移时随机出现，如果玩家转视角太快了就会反应不过来，然后被跳下。所以如果你视角的余光看见了他在你的左方，那么马上转回来打开监控面板，可以让他消失。幻影傀儡会随机出现在8号摄像头下，
防御失败以后会进入保安室，硬控保安10几秒，看不了任何面板。防御方法是看见他以后立即切换到其他摄像头或关闭面板。幻影曼果会随机出现在4号摄像头，防御失败以后会进入保安室窗前发出噪音，导致通风管道故障。防御方法是看见他以后立即切换至其他摄像头或者关闭面板。1代的玩法是通过运营电量来防御玩偶的双边进攻。到了2代，主要任务变成了上8音盒的发条，在上发条的同时，玩家还需要利用面具或手电筒来防御10只玩偶的轮番进攻。而这次的3代，真正致命的玩偶只有弹簧陷阱这一个，其他的幻影玩偶起到的只是干扰或辅助效果。不过呢，玩家除了吸引弹簧和敌方幻影以外，系统故障也是让人头疼的一个大问题。随着页数的增加，电脑上的所有系统都会越来越容易被损坏。音频系统的故障会使你无法再使用广播吸引弹簧，摄像头的损毁使你开启监控以后只能看到一片漆黑。通风管系统的瘫痪会让保安室的供氧出现问题，保安会开始缺氧喘气，并视野受阻。同时，保安室里面发出的管道系统警报声也会吸引弹簧快速进攻。每当这些系统出现故障以后，你都要第一时间尽快将其修复。弹簧陷阱除了走常规路线以外，还会走通风管道来快速接近你。进入管道后的弹簧将无法再被音频系统给吸引，你需要将监控摄像头切换到管道的内部，并双击对应的位置来关闭管道门进行防御。以上就是3代游戏的大致玩法。说完玩法以后，我们再来看到剧情。之前我们已经说完了前2页的录音，我们现在来听到第3页的。Hello. For today's lesson, we will be continuing our training on proper suit handling techniques. 第3页电话那头继续播放着穿戴玩偶的员工培训录音。在录音中，电话男向新员工介绍了如何正确操作玩偶的套装模式。员工在穿戴服装前，需要先确保机器人部件被套装内部的弹簧锁给固定，弹簧锁不能被触碰，更不能对着它呼气，因为呼出来的水分有可能会导致弹簧锁松动，随后产生故障。如果员工在穿戴服装时，弹簧锁因为故障被弹开，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家伙，来你们这上班还得冒着生命危险是吧？难道没有人察觉到这种套装的设计很蠢很危险吗？正当我是这么想的时候，电话男接着说，考虑到套装有可能会发生意外，每个披萨店都被扩建了一个叫安全屋的房间。如果在表演时真的出现了弹簧锁故障，员工应该快速转移到安全屋内。同时他还提到，安全屋是专门为员工准备的多余房间，所以在机器人的数码地图上并不存在这个房间。 Every location is built with one extra room that is not included in the digital map layouts programmed into the animatronics or security system. This room is hidden to customers, invisible to animatronics, and is always off camera. As always, remember to smile. You are the face of Freddy Fazbear's Pizza. 接着来到了第4页的录音，这页的录音内容不是对员工的培训，而是关于老套装被废除的消息。Don't. After learning of an unfortunate incident at the sister location involving multiple and simultaneous spring lock failures, the company has deemed the suit temporarily unfit for employees. 原来，在一家费斯琼娱乐公司旗下的连锁店内发生了弹簧锁故障。由于这起弹簧锁故障的发生，公司察觉到了这个套装可能存在危险与设计不合理的问题。为了员工的安全考虑，高层决定停用这个型号的玩偶。说实话啊，在这个电话男讲解套装模式和弹簧锁设计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玩意很不靠谱了。他们公司居然在出事以后才发现应该替换玩偶。但在这个录音中，电话男似乎对此设计漏洞造成的影响并不关心。I repeat, the classic suits are not to be touched, activated, or worn. That being said, we are free of liability. Do as you wish. As always, remember to smile. You are the face of Freddy Fazbear's Pizza. 到了第5页，录音内容变成了对安全屋使用条例的规范。在录音中，电话男说，安全屋最开始是为了老式服装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所备用的员工房间，而现在被当成了堆杂物的地方。电话男提醒员工，安全屋可不是给员工休息的地方，更不是顾客应该来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是，管理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安全屋内的弹簧邦尼套装有被人擅自移动过的痕迹。Management has also been made aware that the Spring Bonnie animatronic has been noticeably moved and would like to remind employees that this costume is not safe to wear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ank you, and remember to smile. You are the face of Freddy Fazbear's Pizza. 这段录音内容和2代电话男所说的话是可以对应上的。长久以来，儿童失踪案的罪魁祸首就是用这件玩偶套装进行作案的。Someone used one of the suits. We had a spare in the back, a yellow
on. 那么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名叫弹簧邦尼的玩偶究竟经历了什么，才变成了现在的弹簧陷阱呢？和2代剧情解析是一样的，3代游戏中的像素小游戏会告诉我们想要的答案。在3代，我们每完成前5页的其中一个夜晚，都会打开一个像素小游戏。在这个小游戏中，我们会分别操控弗雷迪、邦尼、奇卡和霍斯，在1代披萨店中追击凶手。而这一次的引路人从傀儡变成了暗影弗雷迪，暗影弗雷迪会带领我们找到凶手的藏身之处。但奇怪的是，这4只玩偶都无法进入到凶手所藏匿的房间之中。这是因为凶手所藏匿的房间正是之前录音中有提到过的安全屋。安全屋对于机器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区域，所以他们都无法进入。就在这时，代表凶手的纸人从背后发起偷袭，将1代的4个机器玩偶依次拆除。谁知这一举动阴差阳错地释放了玩偶体内的鬼魂。玩家在第5页完成以后进入小游戏，将会扮演第5名儿童鬼魂。凶手看见第5个鬼魂以后会异常惊恐，最终被逼入到弹簧邦尼的体内。此时店外刚好下着暴雨，披萨店年久失修，到处都在漏雨，雨水滴入了弹簧邦尼的体内，触发了套装内部的弹簧锁，机器人部件也因此弹开，插入到凶手的体内。这个出现在安全屋里的玩偶套装，好像是专门为凶手量身定制的陷阱。而从结果上来看，这个恶魔正中下怀，弹簧陷阱也就此诞生。好了，这下凶手最喜欢的皮肤体验卡变成了永久卡，还是限定金啊！弹簧陷阱的谜团就此真相大白，但另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堵路不让凶手逃离的鬼魂，很明显就是之前被拆解的4人组。但我们所扮演的第5个孩子究竟是谁呢？目前有3种可能性。第一种，这个鬼魂是属于傀儡的，毕竟傀儡是最早的受害者，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也合情合理。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这个鬼魂属于黄金弗雷迪，毕竟从1、2代的整个剧情来看，黄金弗雷迪是失踪案新闻中5名受害者的其中一员，他出现在这里也非常合理。可扮演第5名鬼魂的游戏结束以后，画面播放出了游戏的结局图片，映入眼帘的是玩偶头套中未熄灭的灯光，这寓意着孩子们的灵魂并没有安息，坏结局也就此达成。在结局图片中，我们清楚地看见第5个玩偶是一个类似弗雷迪的熊头，看来第5个孩子的鬼魂是属于黄金弗雷迪的，毋庸置疑了。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就当我要下判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额外的奇怪细节，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去改变这张图片的亮度，背后的那个熊头都看不出一点金黄色的痕迹。这个头套从始至终在任何亮度下都是一坨黑影，这就引出了第3种可能性，那就是第5个鬼魂既不属于傀儡，也不属于黄金弗雷迪，他是属于这个小游戏的指引者暗影弗雷迪的。但这就很奇怪了，黄金弗雷迪才是5名受害者的其中一员，为何又会凭空冒出一个暗影弗雷迪的鬼魂呢？其实回顾一下1到3代的剧情，我们对黄金弗雷迪与暗影弗雷迪的了解真的很少，我们只知道他们2个长得非常相似。如果是在2代中，我们还可以把暗影弗雷迪解释为一个单纯的彩蛋角色，与剧情无关，但现如今他在3代里面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剧情推动角色，出现在了小游戏中，成为了无法被忽视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黄金弗雷迪与暗影弗雷迪绝对不是机器人，毕竟在2代中，黄金弗雷迪的进攻模式看起来和幻觉没有什么区别，而暗影弗雷迪也可以进入到安全屋之中，这是不受机器人程序约束的表现。在信息量极少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初步判断黄金弗雷迪和暗影弗雷迪都是一个机器人外形的幻觉或者是鬼魂，他们究竟是2个独立的个体，还是一个个体的2种形态，单凭现在的信息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推理，所以关于黄金与暗影的真相，现在下判断恐怕为时尚早。不过呢，3代的秘密也不仅限于此，在小游戏中，我们扮演玩偶也可以选择不跟随暗影弗雷迪，而是自己自由的探索地图。如果你这么做了，大概率会在一个走廊上面看到这些提示，这些提示都对应着打开隐藏小游戏的方法。我们在完成第1页的夜班以后，将会在小游戏里面扮演弗雷迪，操控弗雷迪来到这条走廊上，就会获得以下提示。左边是一段缩写，其完整意思是 Blue Boy Double Click， 翻译过来就是双击气球男孩的意思。在下一个夜晚中，你可以双击8号摄像头下墙上的气球男孩的画，进入到小游戏之中。右边是一个游戏机按钮顺序的提示，你可以按此顺序点击7号摄像头底下的游戏机按钮来进入曼国小游戏。第2个夜晚完成以后，我们将操控邦尼来到这条走廊，我们发现提示变成了4个黑色的杯子蛋糕。那么在下一个夜晚，我们可以在监控中找到4个黑色蛋糕来进入奇卡的小游戏。第3晚过后，走廊的提示会变成一串密码，我们可以
可以在第4晚的保安室墙砖上输入9宫格密码来进入黄金弗雷迪的小游戏。在这个小游戏中，我们将会扮演黄金弗雷迪与弹簧邦尼一起演出。第4晚夜班过后，提示会变成暗影邦尼，我们可以在第5晚的保安室桌上发现一个暗影邦尼的手办，点击手办后就可以进入小游戏操控暗影邦尼。在气球男孩的小游戏中，你可以卡出游戏世界来寻找气球，找到气球后，曼果游戏世界里面会出现一条用气球铺好的路，曼果可以顺着这个气球男孩铺好的道路拿到蛋糕。曼果拿到蛋糕以后，金熊可以跳出游戏世界，把蛋糕送给一个哭泣的孩子。不同于2代的小游戏，3代的小游戏是互相关联、环环相扣的存在，这便是电子空间理论的雏形。当时一部分剧情党玩家认为，鬼魂不只是可以附身于玩偶身上，他们可能还能够影响或者存在于电子设备之中。不过当时电子空间方面的剧情还比较少，所以3代这里也仅仅只是一个理论的雏形。不管怎么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游戏世界中，气球男孩、奇卡、黄金弗雷迪和暗影邦尼会给予4个孩子蛋糕。这4位哭泣的小孩正是对应着1代4人组的鬼魂，也就是最终紫衣人获得永久皮肤时堵路的那4位啊。那么第5个孩子的鬼魂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第5个孩子在最终的电子空间中，这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进入提示的小游戏。这个电子空间的进入方法是在第5页中点击傀儡的画。进入游戏世界后，我们将扮演之前缺席的傀儡，他为第5位孩子带来了蛋糕。傀儡带着4个先前被已经安慰好的孩子，给第5个孩子过了次生日。很明显，这是这位孩子有史以来最快乐的一天，这一点从游戏的名称也可以看出。至此，在电子空间的5位孩子鬼魂都被平息了冤屈与愤怒，他们终于得以安息，脱离了囚禁他们几十年的玩偶枷锁。好结局也由此达成，玩偶头套内那燃烧了几十年的复仇之火，终于在这一刻被熄灭了。以上这些就是3代的剧情内容，可以说3代对孩子们和凶手这2个阵营的塑造还是非常到位的。游戏并没有任何的台词文本，但凶手利用安全屋的设定拆除了玩偶的行为，体现出了他的狡诈与聪明。同时，这也暴露了一个剧情信息，那就是这位凶手对披萨店的结构和玩偶的程序都了如指掌，这为日后的剧情埋下了伏笔。至于凶手会去1代披萨店拆除玩偶的原因，估计是因为多年以来这些玩偶都对他纠缠不休，所以他想通过自己对玩偶设定的了解来一次性解决掉他们，但却误打误撞释放了他们体内的鬼魂，最终也是自作自受的自己也变成了玩偶。受害者之前所体会到的所有痛苦与折磨都加倍奉还给了他自己。孩子们在电子空间中一起过生日的纯真场景，再一次衬托出了孩子们的无辜与凶手的残忍。至此，受害者与凶手的形象完全被立了起来，即便没有任何相关的台词文本与剧情资料，甚至连人物的形象都是最简单的像素人。可这并不妨碍整个故事的表达，反而让玩家可以更加开放地构思整个剧情。鬼屋最终被原因不明的火灾焚烧殆尽，整个故事归于了尘埃，似乎一切都迎来了完结。由于 Steam 上的游戏简介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我们，鬼屋是在1代披萨店倒闭以后的30年后开张的，所以关于3代的时间线问题就很容易被梳理清楚了。我们只需要把得到的剧情碎片塞入之前的时间线就可以了。我这里就直接放图片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暂停观看一下。